大家好，对面有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咱们飞过来看一看啊。像我们贵州的话，单独一户住在山上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因为都是三连山呐，大山小山的全都是山。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一户人家，好像还有人在住啊，看看那个红红的小道上面，仿佛有人是在走动的。假如说是你的话，你敢在这种深山里面一个人住吗？风景虽然好，但是晚上的话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声音，你怕不怕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离我们家只有100米的这个平台上我下面手指的这个地方即将在这里呢架设亚洲的第一拱桥。那么这条高速路呢，是从遵义到仁怀市的一条新的高速路那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呢，会架起一栋拱桥据说架成之后呢，是属于亚洲的第一拱桥，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咱们就一起过去看一看吧。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里即将架设亚洲第一拱桥，下面呢有一条非常清澈的河流，左边呢是这个播州区的平镇右边呢是汇川区的松林镇看得出来这里造桥还是非常险峻的大概2年之后呢，这个桥会造成。然后左边这里呢正在打造旅游区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里来玩。镜头中呢就是草王坝村，相信大家都知道黄大发这个名人他就住在这里。然后这里呢会开设高速路口所以大家到这里来，到时候下高速来玩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好了，现在咱们无人机飞回去了，前面就是我家，大家看到了吗？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传说的一片云飘进我家乡云在山上家在云上美丽的一朵云飘进我心房心在云上家在心上云上贵州爱贵州创造无限的奇迹，做云端的英雄。云上贵州，我的贵州，谱写多彩的诗篇，让明天去传颂。那里是避暑天堂，那里有山有水，有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云彩之上，在你流连的地方，那里是云上的贵州，那里有情有义，有笑容荡漾，温暖你心房。传说的一片云飘进我家乡云在山上家在云上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农村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就是最近呢，我发现农村的这些小卖部啊、商店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种不知名的食品。其实说到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啊，大家知道，城市人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视这个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身体健康，是吧？吃的更生态一点这些东西。农村人呢就是非常的不重视啊。前一段时间吧，我妈跟我小侄儿买了好多这个零食哈，就是那种小包的很多。但是拿回来之后呢，我拆开一看呢，基本上乱七八糟的牌子哈。我反正是没有听说过，我就吃了几颗呢，我发现吃了没过一阵呢，还有点想吐的那个感觉。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呢，还是确实食品安全有问题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农村呢，一般都是留守老人和儿童，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食品安全呢，意识是非常的薄弱。关于这个产品是否过期啊，是否安全呢，是不是品牌啊？他们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啊，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们的乡镇一些批发部，他们的产品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产品，比如说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那么可能你会发现它只有2、3个月就要过期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经销渠道啊，它是一层一层往下压的，那么留到最后呢，临近过期的产品呢，就流落到这个乡镇，然后再呢分布到村里面来。这个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实际上，有些产品临近保质期之后都不能吃了。一般来说，我去买东西的话，我发现临近保质期，比如说有1年的保质期了，那么它还有2个月到期、3个月到期，我基本上就选择不买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看法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并不是说乡村的这些小店，他们故意去进那些食品来卖给当地的老人啊小孩，不是这样的。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品牌意识也很薄弱，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哪些东西是好，哪些东西是坏，是吧？他无法去分辨，那么就导致我们很多的仿品和三无产品呢就大量进入到农村，这个是非常恐怖的。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呢，我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呢跟老人讲一讲这个关于食品这一块的东西，尽量少去买这些呢我们听也没听过、见也没见过的一些仿牌啦、杂牌啦这些东西啊，尽量少去买来吃。因为我对食品行业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就跟大家这么讲。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注意这一个问题，不该喝的东西、不该吃的东西，千万不要让给小孩吃。咱们没有办法去管得到这个食品安全的这块问题，那咱们就从自己做起，是吧？自己呢加强一下食品安全的这个意识。你去仿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乱七八糟的食品，那咱们就尽量少吃。所以今天这些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